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要去当兵。毕业那天，陈磊对林美玲说出这句话时，女孩眼中的惊讶和失望刺痛了他的心。没想到2个月后，他刚入伍不久就收到了分手短信。军人太苦了，没有未来，我们不合适。9年过去，当他以军官身份出现在同学会上，曾经嫌弃他没出息的前女友脸上露出的震惊表情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2013年的夏天，南方城市的温度高得让人喘不过气。陈磊站在大学校门口，看着身边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林美玲，犹豫再三，终于开口：美玲，毕业后我打算去当兵。林美玲瞪大了眼睛：你说什么？当兵？我爸以前也是军人，我从小就有这个梦想。林美玲沉默了一会儿，牵着陈磊的手走到校园的长椅上坐下。可是当兵能有什么出息？工资低，环境差，而且要去很远的地方，咱们见面的机会都很少。陈磊握紧女友的手：我知道很辛苦，但这是我的梦想，我会努力的。也许几年后就能提干，到时候条件会好很多。林美玲摇了摇头：几年后？陈磊，你知道今年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们这个年纪正是打拼事业的黄金时期。你看看班上其他同学，毕业就能拿上万的工资，还有股票期权。你去当兵，每个月才多少钱？陈磊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他们都是应届毕业生，确实有不少同学已经拿到了互联网大厂的 offer， 起薪就比军人高出许多。你看看王丽，毕业就去了阿里，1年能拿20多万。张涛去了腾讯，还有期权。你不觉得跟他们比起来，当兵简直是浪费时间吗？林美玲不解地看着他：钱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。陈磊认真地说：我爸以前告诉我，选择职业要考虑的不只是收入，还有它能给你带来的成就感和价值。成就感能当饭吃吗？价值能买房子吗？林美玲翻了个白眼：陈磊，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要现实一点。我支持你的梦想，但是……林美玲欲言又止：我们再好好想想，好吗？陈磊点点头，但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军训那天，陈磊站在集合点等了半个小时，林美玲始终没有出现。回到宿舍，他打开手机，只看到一条冷冰冰的短信：陈磊，我们还是分开吧，你选择的路我无法陪你走下去，祝你好运。手机屏幕在他手里亮了又暗，最终他删掉了已经写好的挽留信息，回复了2个字：保重。军营生活比陈磊想象的更加艰苦，每天凌晨5点起床，晚上10点熄灯，白天是高强度的训练，稍有不慎就要被罚家训。开始的几个月，他瘦了10几斤，手上和脚上都是老茧和伤痕。想家了。老班长刘强看他发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陈磊摇摇头：不是，就是在想自己的选择对不对。每个新兵都会怀疑，这很正常。刘强递给他一支烟：我当年入伍的时候，女朋友也离开了我，现在想想，倒是他帮了我一个忙。陈磊好奇地看着他：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如果当初他没走，我可能就会为了他放弃军营。但现在，我在部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，也遇到了真正懂我的妻子。刘强笑着说：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路只有自己能走，别人帮不了。这番话让陈磊茅塞顿开。从那天起，他更加努力地投入训练，每天比别人多练1小时，成为了班里的尖子兵。
陈磊，怎么又在加练？班长看到他一个人在训练场上做引体向上，想快点变强。陈磊擦了擦汗水，我必须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班长笑了笑，为别人而证明，不如为自己而努力。这句话陈磊记在了心里。第2年，部队附近山区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，陈磊所在的连队第一时间赶赴救援。在长达72小时的救援中，他冒着余震的危险，救出了被埋在废墟下的一家3口。我看不见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！被救出的小女孩哭喊着。陈磊立刻脱下自己的防护手套，轻轻擦去小女孩眼睛上的泥土。别怕，睁开眼睛试试。小女孩慢慢睁开眼睛，惊喜地叫道：“我能看见了，叔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小伙子，谢谢你。”被救出的母亲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，泪流满面。那一刻，陈磊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，这种满足感是任何高薪工作都无法给予的。回到营地后，他主动申请了军校深造的机会。经过严格的选拔，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军校学习。在军校的3年里，陈磊不仅学习了先进的军事理论，还掌握了多种专业技能。毕业时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少尉军衔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军官。而此时的林美玲，生活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先是进入了一家普通的贸易公司做文员，工资并不高。每当看到社交媒体上同学们晒出的高薪 offer 和豪华办公环境，他就坐立不安。我不能就这样平庸下去。林美玲对闺蜜说，我得找个更好的平台。3个月后，她凭借着不错的外表和口才，成功进入了一家新兴互联网公司，薪水比之前翻了1倍。在公司年会上，他认识了公司的技术总监赵明，一个比他大7岁、开着豪车的成功人士。在赵明的猛烈追求下，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。宝贝，喜欢吗？赵明递给他一个精美的盒子，里面是一条价值数万的钻石项链。林美玲惊喜地点点头，太漂亮了，谢谢你，只要你喜欢，什么都不是问题。赵明搂着他的肩膀，下个季度我们公司要上市了，到时候身价至少翻10倍，我们就可以买大房子了。林美玲心满意足地靠在他肩上，想起了陈磊，他不禁暗自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来得猝不及防。赵明所在的公司因为盲目扩张，资金链断裂，不仅上市计划泡汤，还欠下了巨额债务。你说你一个技术总监，怎么连这都看不出来？林美玲坐在餐厅里，看着愁眉苦脸的赵明，语气中带着责备。赵明烦躁地敲着桌子，我怎么知道老板在做假账？现在好了，不仅股票没了，连工资都拿不到，那我们的房子首付怎么办？装修款怎么办？林美玲越说越激动，能不能别提这些了？赵明猛地站起来，你除了钱还能想点别的吗？这场争吵最终以2人的分手告终。林美玲带着一身的名牌包包和首饰，却发现他们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她不得不搬出豪华公寓，租了一个普通的单间。接下来的几年，林美玲换了好几份工作，但始终无法找到事业的突破口。她尝试过自己创业开网店，却因为缺乏经验亏了本，也尝试过做直播带货，但粉丝量始终上不去，而她的生活习惯却没有随着收入的降低而改变。名牌包、奢侈品、护肤品，这些都成了她的必需品。
渐渐的，他开始依赖信用卡透支和网贷来维持体面的生活。林美玲，你的贷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，如果再不还款，我们将采取法律手段。催债电话一个接一个。坐在狭小出租屋里的林美玲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。陈磊，你真的要回去参加同学会吗？战友王健问道。陈磊整理着行李，是啊，毕业9年了，也该回去看看了。听说你们班的同学可都混得不错，上次你不是说有个同学做了上市公司的副总？陈磊笑了笑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，比较没意义。也是，像你这样的模范军官可不多见。王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去了好好放松，别总想着工作。陈磊点点头，收拾好行李。临行前，他特意穿上了自己的军装，这身军装凝聚了他9年的汗水和荣誉。同学会定在了一家5星级酒店。陈磊到达时，已经有不少同学到场了。这不是陈磊吗？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。陈磊转身看到了大学时的室友张伟。好久不见，你这身军装够帅的啊！张伟热情地拍着他的肩膀。两人正聊着，陈磊的目光突然被门口的身影吸引。林美玲穿着一条看似普通但很有设计感的连衣裙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走了进来。尽管9年过去，她依然保持着很好的身材，但眼角的细纹和略显疲惫的眼神出卖了她。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，当看到穿着军装的陈磊时，明显愣了一下。林美玲也来了。张伟顺着陈磊的视线看去，听说他现在过得不太顺，好像欠了不少钱。陈磊没有回应，只是礼貌地朝林美玲点了点头。林美玲迟疑了一下，也回了一个微笑，然后很快融入了其他女生的圈子。同学会正式开始，大家纷纷分享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和成就，有的创办了公司，有的在外企做到了高管，还有的成为了知名医院的专家。陈磊，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军旅生涯吧，班长提议道。陈磊站起来，有些腼腆地说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当了几年兵，然后去了军校，现在是个普通军官。正当他谦虚地介绍自己的军旅生涯时，突然有人高声宣布，大家知道吗？陈磊上个月刚刚获得了模范军官称号，还是某重大军事演习的指挥官之一。全场哗然，众人纷纷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。而此时站在角落的林美玲面色苍白，手中的酒杯差点滑落。这时，一位不知情的同学热情地把林美玲拉到陈磊面前。林美玲，还记得你大学时的男朋友吗？现在可是咱们班的骄傲啊！全场瞬间安静，空气仿佛凝固。林美玲尴尬地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陈磊深吸一口气，主动打破了沉默。好久不见，过得还好吗？林美玲点点头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还行，你看起来很不错，谢谢，你也是。陈磊礼貌地回应。这时班长走过来，拍了拍陈磊的肩膀。陈磊，别光顾着叙旧，还有好多同学想听听你的故事呢，尤其是你上次在西北执行任务的经历。陈磊谦虚地摆摆手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普通任务。普通任务会上军区新闻。班长转向林美玲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连队在零下20度的恶劣天气中，救援了一个被困在高山上的科考队，整整3天3夜不眠不休。林美玲勉强保持着微笑，但明显变得更加局促。真的很了不起。这短暂的对话结束后，林美玲借口去洗手间离开了。
陈磊的目光跟随着他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同学会结束后，陈磊在酒店大堂准备离开，却意外看到林美玲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沙发上，眼睛红红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走了过去。需要帮忙吗？林美玲抬头看到是他，慌忙擦了擦眼泪。不用，我没事。陈磊在他对面坐下，如果不介意，可以聊聊。林美玲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笑了，很讽刺是不是？当年我嫌你没出息，现在反而是我自己混得一塌糊涂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没有对错之分。陈磊平静地说，不，我就是错了。林美玲摇了摇头，我太看重表面的东西，以为有钱就是成功，结果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工作也不稳定。陈磊递给他一张纸巾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，重要的是往前看。林美玲擦了擦眼泪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后悔的不是当初和你分手，而是这些年来一直在追逐虚无的东西，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看着陈磊，你能告诉我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吗？陈磊想了想，可能是责任感吧。当兵后，我渐渐明白，我肩负的不仅是自己的梦想，还有保家卫国的责任。每次执行任务，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我就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。林美玲认真地听着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听起来真好，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。陈磊真诚地说，重新开始永远不晚。林美玲犹豫了一下，试探性地问，陈磊，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？陈磊轻轻摇了摇头，美玲，我已经订婚了，他是我们部队的一名军医，明年春天我们就要结婚了。林美玲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苦笑，我就知道像你这样的好男人不可能单身，恭喜你。谢谢。陈磊站起身，如果你真的有困难，可以随时联系我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林美玲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，谢谢你的开导，我会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的。陈磊点点头，那就好，保重。他转身离开，没有再回头。林美玲望着他挺拔的背影，眼泪再次滑落。时光飞逝，又过去了3年，陈磊已经晋升为中校，负责一个重要的军事项目。他和军医妻子李文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这天，他带着妻儿回到家乡探亲，在商场里偶遇了林美玲。陈磊，林美玲惊讶地看着他，又看了看他身边的妻子和孩子。这是你家人吗？陈磊点点头，介绍道，这是我妻子李文，这是我们的儿子小军。你好，我是陈磊的大学同学。林美玲微笑着伸出手，李文友好地握了握他的手。你好。陈磊经常提起他的大学同学。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陈磊问道。我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行政主管。林美玲说，工资不高，但很稳定，也很有成就感，听起来不错。陈磊真诚地说。林美玲笑了笑，比起以前，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，不再盲目攀比，活得轻松多了。那就好。陈磊点点头。林美玲看了看表，我还有事要先走了，很高兴见到你们，保重。陈磊和李文一起说道。看着林美玲离去的背影，李文好奇地问，她就是你大学时的女朋友？陈磊点点头，是的，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她看起来过得不错。李文说。陈磊笑了笑，每个人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路，就像你找到了部队，我找到了你。李文挽着他的手臂，温柔地说。陈磊看着妻子和儿子，
心中充满了幸福感。是啊，人生最重要的是做出无悔的选择。2025年，陈磊因在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的突出表现，被授予了军区指挥部的重要职位，成为了军区最年轻的高级军官之一。同一年，因经济下行，林美玲所在的教育机构裁员，她再次失业。虽然这些年她已经还清了大部分债务，生活也趋于稳定，但比起同龄人，她的事业和生活仍然处于挣扎阶段。有时候，林美玲会想起大学毕业那年的选择，如果当初她选择了陪伴陈磊，现在的生活会不会完全不同？但很快，她就会摇头苦笑。正如陈磊所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重要的不是后悔，而是从错误中学习，重新出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